this, we can come to a simple conclusion. That the major cause of 303 submarine accident is a failure on control circuit. 我认为303潜艇失事的真正原因是走私集团内讧，队员交火，303潜艇失去了控制。你有什么证据吗？303潜艇失事之前，一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二没有释放失事浮标，这不合常理。走私集团的头目，他的口供从侧面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黑匣子没有找到和完全破译之前，你说的都只是推断。我带来了。后来由于二次碰撞，潜艇的黑匣子从剑桥上坠落了，其中的一个数据盘就在这个箱子里头。今天我给专家带来了。All right. Keep doing as I said. Continue discussion. 硬盘暂时由我们保管，破译工作有什么进展，会有人通知你的。好的。如果没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回去了。老朋友，不能坐下来叙叙旧吗？当然可以，但是你要先回答我一个你一直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吴铁是怎么牺牲的？我记不清了。每次都用这句话来敷衍我。吴铁是我的男朋友，我有权利知道你们在水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真忘了，不骗你。陆百川，你到底要跟我装疯卖傻到什么时候？这才是原来的你，你应该这样。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原来，我跟你一样，原来的事情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啥信？哎，你不看？我不用看，你写的字儿肯定肉麻。赢，今天很好，解散。荣生，当阳光照在海面上，那是我在想你；当月光洒在溪水上，那是我在想你；当夜风吹过树梢，那是我在想你。如果你是一颗珍珠，我愿意做你的贝壳；如果你是一只鸥鸟，我愿意做你的大海；如果你是一片白云，我愿意做你的天空；如果你愿意，请为我披起长发，就当着这秋日落叶纷飞。
同志们，我们这次受公安海警的委托，监视303潜艇的动向。半个多月来，我们的人日夜坚守在声纳监视屏前，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可这个303呢，自从公海现身后，就再也没有露过头。那么我们现在是继续死等呢，还是拿出进一步的措施？我希望大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肖旅长，我想带着人到潜艇最后出现的海域进行实地勘测。龙百川，今儿开会之前你是不是喝了？你冲什么大头啊？你以为你是掉进煤堆里的屎壳郎，不折腾就显不出来你是吧？呀，不就是去公海实地检测一下吗？有什么嘛？我很认真的说，我非常担心你们这次行动，非常担心，知道吗？哎呀，乌黑子，你怎么像个女的似的，婆婆妈妈的？现在办事越来越不过脑子，你自己说，你是不是越来越不过脑子？我过脑子，303潜艇的事在我脑子里已经装了3年了。我不认为我的决定草率的。那方圆几百里的海域，咱们人从来就没去过，你能预感到会发生什么危险吗？阎王爷早就给我下过请柬，之所以给我留一口气，那是因为303潜艇的任务没完成。你爱咋咋地，没人愿意管你。城里医院给你开的中药，1天1次，早饭前晚饭后，忌辛辣生冷。报告舰长，搜索任务已经完成，请示返航。龙队啊，返航时间已经到了。老李啊，咱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这什么都没捞着。不是你老李的风格，再坚持会儿。是，指挥部。叫龙百川接电话。是。指挥部电话。我是龙百川。龙百川，第3令海域发现几具浮尸，你们迅速赶往出事现场。明白。任务 B 海区。死亡原因是什么？尖锐物体的刺伤，大概是匕首之类的东西。凶手很老辣，每个人几乎都是一次直接致命。他们都是哪儿的人？初步判定5名死者都来自于咱们一艘叫远洋号的渔船。远洋号。杠子，这是远洋号出港记录，我是从海港管理处要来的。你看，远洋号啊，这几个月形迹可疑，它明明注册的是渔船，出海却不在渔区，而在公海附近出没。一艘渔船，搞得太重视了吧？我怀疑它跟303潜艇有关呀。要么你就是神经敏感，要么就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哎，伙计，美国大片看多了吧？打捞上来的那5具尸体已经交给海警处理了，咱们啊，别操那份心了，啊！小样，你爬那速度完全不大行啊！我发现啊，
我要能赢你啊，那我就成野人了。反正不管咋说吧，这流动红旗肯定是我们2万的了。你高兴的太早了吧？你看下边。师傅，我不行了，我没劲儿了，我恐高。山子，咱们说好的啊，这比赛是看总成绩的。张冲那小子爬得再快，有蒋小鱼那个恐高症拖着后腿，也照样算你们输。哎呦，老于，你使劲爬呀！张冲，你快拿绳子给我拽上去。啥玩意儿？就不信治不好这个恐高症。张冲，把保险车给我撤！啊！哎，山子，这不能开玩笑啊！直接命令。啊，是。杨宇，你好意思爬得比吴越还慢吗？今天要是最后一名，晚上就给我睡悬崖上。师傅，我真的不行了。我希望看到流动红旗挂在我们班的船舱。别往下看，不往上爬。怕死吗？我怕。废话，我也怕。现在没有人能帮你，摔下来就是一堆肉馅，爬上去还是你江鱼。哟，还真能爬哈，活生生的让你给逼出来。超过吴越！我徒弟怎么样？啊？哟，这小子属壁虎的吧？啊，爬得还真快。哎呀，吴越，你太厉害了！这回流动红旗归咱们了。邓先生，别张嘴了，赶紧麻烦你回去把流动红旗挂在我们班的床头。戴维，今天在悬崖上，我好几次都踩空了，我心里都凉了。可每一次，我都觉得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我的臀部，就是屁股。你们知道是谁在推着我的屁股吗？谁啊？当然是老天爷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不让我死，让我活着，必定有他老人家的安排。大忽悠，老天爷就安排你来忽悠吧？不是，那个难过的事儿吧，不能老说；高兴的事儿必须得说。师傅，您看，咱这辈子有南斗六星罩着，必定有非凡之命啊！哎，还真有6合制啊！什么南斗六星啊？一个脚上长这么多鸡眼，什么鸡眼啊？咱这是南斗六星，跟天上的北斗七星它遥遥相望。相书上说了，长南斗六星者，必然是大富大贵之命。哎，行了，你可别吹了，赶紧把那脚丫收起来，有一股自然味儿。你说你们几个，哎，命多好啊！你们就等着沾我的福气吧。那到时候，我混个中将啥的，我一定先提拔你们几个。张冲，提拔你当团长，提拔你们几个当旅长。嘿嘿嘿嘿。师傅，我当然也不会忘记您老人家。有朝一日，我一定把侦察兵大赛1等奖的奖杯捧到您面前。老邓，听见没有？张冲，哎，等会儿你拿一个。哎，行。这个臭小子。哎，起风了，江宇，对齐收了没有？哎呀。
永远不想试。刚才还显摆什么南斗六星，军旗都敢给我丢了。你要是当中将，4个原则得让你给丢了。那可不定。你嘟囔什么呢？我说我当不了中将。你再嘟囔！刚接到通知，明天一大早，新来的陈政委要来海训场熟悉部队。咱们海训场现在没有多余的军旗，现在购买制作根本就来不及。这下算是撞枪口上了。啥叫屋漏偏遭连夜雨？江宇，你知道你把军旗弄丢了什么罪过吗？领导来检查，知道吗？甭管啥罪过，我一个人扛。老天爷生就咱这副肩膀，就是为了挑重担的。你担得起吗？担得起吗？手上东西都放下，一会儿风小了，都出去给我找。大海捞针，给我找出来。那得把海水排干，真是。你说什么？啊？找，一会儿咱们一起去找。江小鱼，你永远都是满脑袋浆糊。哎呀，这风也太大了，这破绳子也不结实。那个政委应该不会怪咱们的。那个教练，要不把我挂上面得了？行了，甭废话了，大家分头找找，风向往那边挂，走。哎，你瞪我干嘛呀？又不是我让刮的风。山子，这旗子8成是挂到海里去了。明儿领导们来，怕是要点名批评了。批就批吧，一把老骨头了，一起扛。你说这帮小子，真像是在这大闹天宫的。从来这第1天就开始惹祸。他当知足吧。他们闹是闹了点儿，他们每天在这儿闹腾，我觉得咱们还没老到别人不要的地步。不是山子，你这每天玩了命的练他们，是真想让蒋小鱼那小子给你拿回国际侦察兵大赛的奖杯啊？蒋小鱼要是能拿奖，除非那届大赛是他自己办的。家里来信了。咱妈怎么样？挺好。我妈就有点想我，想来看看。我打电话告诉她别来。我说山子，你说找我抽你，你怎么能不让咱妈来呢？你自己说，你几年没回家了？我不是怕他们几个新兵蛋子看见我妈来不想家吗？张小鱼，你干嘛呢？你这不废话，我当然是登高远望找旗子呢。那你找着了没有啊？一会儿就找着了。哎，你怎么不去找？回来了？放着好好的训练不练，偏偏要找什么旗子？一群废物！哎，你这是冲垃圾撒气呢，还是冲我老人家撒气呢？啊？你老人家和垃圾没什么区别吧？嘿，哎，你这话啥意思呀？你没发现，从兽营到海训场，你蒋小鱼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和这些海训场的垃圾没区别吧？陆岩，你不带刺儿就不会说话是吧？你好，你是冠军，你威风，可现在呢，你不也是待在这破地方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枕头底下那本日记上面，哎呦，贴满了你从小得冠军上报纸的各种简报。你每天不看一遍，你都睡不着觉，你都吃不下饭。我再垃圾，也比你天天枕着那破玩意儿做梦强。有什么用啊？起码我知道每天3个宝2个岛，我活得踏实，不用像你似的靠做梦活着，靠回忆活着。蒋小云，说够了没有？哎，我让你说，让你说，你再敢说，还手！哎，你看那俩小子干嘛呢？再说，练琴拿呢吧？敢说！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啊？怎么没轻没重？过去看看。你还敢踹我？我让你踹！我怎么让你踹？嘛呢？你们两个啊？干什么？他嘴臭，我们俩说啥呀？你才嘴臭呢！他打了我好几拳，还踹了我好几脚，是不是？是不是你臭嘴惹的事儿？是我挑事儿怎么了？他打我，你怎么不管啊？闭嘴！江宇，你一天到晚吃啥啥不成，干啥啥不行，怎么打架惹事全是你？一到训练你就跑啊！训练怕流汗，训练怕吃苦，训练永远掉队。训练，一天到晚就知道训练。你们知道你们整天训练到底为什么吗？我来告诉你们，你们整天训练，只不过为了掩饰你们内心的恐惧。你们不敢接受现实，所以不敢停下来。你们以为你们还能回大部队啊？啊，陆爷，你以为这个地方能送你上奥运会啊？你别做梦了，这儿是鸟都不拉屎的海训场，这儿不是兽营，更不是国际侦察兵大赛的兵务场。你说够了没有？来，张宇，你说的没错，我们是在做过去的梦，过去做，现在做，以后还要做。我在为我的梦想努力着，你有吗？你有吗？永远的最后一名，最后一名！行了，都闭嘴！我骂他们整天做梦，做自己骗自己的白日梦，其实那是嫉妒。他们起码还有梦可做。海训场的日子很难熬，如果不做梦，时间就会变得格外漫长，漫长的让人几乎要崩溃。我也想做梦，可真不知道该从哪儿做起。行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明天6点交接出操，然后还要接领导的。杨宇，师傅，坐。还因为白天的事生气啊？没有。生气都不敢承认。是。我生气了，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那么重的话，我自尊心有点受不了。小雨，从你来这儿，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跟你吼过。有些话是重，但是真话永远都难听。而且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难过，我心里也不痛快。但你不努力是事实。我在部队这么多年，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比赛、训练、任务无数，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苦。为什么？你就想想你妈妈为你受的那些累，吃的那些苦，你还觉得你苦吗？我见过太多妈妈送儿子参军时的眼神，是那种特别炽热的期盼，盼什么？儿子的成长。小玉，
也许真的就像你忽悠时所说的，你的肩膀就是比别人宽一点儿，所以你的责任就比别人重。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得起这份责任，这是你的骄傲。当然，你也可以放弃，然后偷偷的后悔一辈子。但是我希望你面对你妈妈时，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她，你是一名合格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我也这么跟我妈妈说过，她笑得特别美。师傅，我想我妈了。首长好，欢迎首长来海训场指导工作。好，辛苦了。嘿嘿。哎，不认识了。我可是给你第2次生命的人。但凡我当初有一点意识，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被你亲那一口。我宁愿救你10次，也不愿意亲你一口。那可是我的初吻。首长这面请。自从浅水湾那面建了新的训练场，这个海训场呢就清静下来。现在除了偶尔有一些小规模的训练任务，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的。哦，哎呀，我看这地方很不错，越看越像是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呐。这么大一个海训场，怎么连个军旗都没有呢？我记得上次我们来这儿的时候，还挂在这儿呢。军旗哪能没有啊？请首长回头看，山坡上，嘿嘿，真漂亮。这军旗，小姑娘肯定是没见过。蒋小鱼同志，请尊重首长。是。我叫蒋小鱼，大家就叫我小鱼好了。那个今天由我为各位领导服务。那个首长请看，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片训练场，就是我们海训场的主训练场。虽然它在规模上没有浅水湾的那个新场子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在这里，你想练什么都能练得开，甭管你是刀枪剑戟，还是斧钺钩叉，甭管你是说学逗唱，还是煎炒烹炸。蒋小鱼同志，你是话痨吗？用不着你在这儿给首长当导游，一边去。哎，我觉得这个兵挺有意思的，你让他继续说嘛。谢谢领导的夸奖，那个我继续努力，请这面走。首长请看，那个首长，您请看，这个是我们海训场的宿舍楼。宿舍楼建于90年代，20年过去了，稍显老旧。但是古人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请领导看的不是这个宿舍，而是住在这宿舍里的人。首长请。首长请进。首长请看，这2位，表面上看是海训场的高级教练，实际上是隐居在山中的绝世高手。当年名震江湖的鳄鱼、影子，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榜眼。一位是枪法如神，堪称小李广花荣转世；一个武功盖世，有楚霸王不敌之勇。如今这2位宝刀锋鞘，归隐山中，江湖上只留下了关于2位无尽的传说。2位老兵辛苦了，谢首长。辛苦了，谢首长。介绍完2位老前辈，我再给您介绍介绍我们的青年禁卫军。这位鲁岩，天生的游泳奇才啊，从小拿奖拿到手软，挂金牌挂到颈椎增生。他要是早生10年，菲尔普斯根本不敢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就是这样一位奇才，甘心在海训场
在平凡中磨练自己的意志。早就听说过你的故事，小伙子，很不错，多谢少少。还有这位，张冲，我们的准兵王，18般武艺那是样样精通。瞧这一身腱子肉，那是一身的功夫呀！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他脚下踩啊！结实啊，小伙子。首长结实。还有这位，女兵乌云，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枪王啊！人家开枪根本就不用子弹，您知道为啥吗？为啥？人家是射击的最高境界，子弹还没有出膛，精神上就已经杀死了对手。首长好。你好，女兵不容易，侦察女兵更不容易了。听说你打枪的时候还喜欢喝2口。报告首长，已经戒了。戒得好。我本以为啊，这海训场是个快被荒废的不毛之地，没想到竟是一片被遗忘的净土啊！尤其是栖在悬崖上的那面军旗，了不起啊！有2位老前辈坐镇这里，那就是我们一辈子学习的榜样。老话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臭茅房，准长狗尿台。你讲小鱼，以前说相声的吧？啊，可以到宣传队练练吗？首长，咱以前他……首长，我提个建议啊，既然咱们今天不走，不如明天一早就在海训场看看升军旗。看惯了军营里的千人升旗仪式，再看看海训场的升军旗，那肯定别有一番味道。首长，其实没有必要看升旗，我们海训场有好多节目给您看呢。张冲，到，你下午给领导表演一下胸口碎大石。是。乌源，到，你让领导见识见识那个盲枪。没问题，这些我们都看过，太闹腾。我们明天就想看升旗。可以看看升旗仪式吗？这升旗仪式的时候啊，最能反映军人的精神风貌。明天早晨就看升旗仪式了。不是啊，首长，那个怎么了？有什么不方便吗？方便，不就是看升旗吗？对不对？行，明天就看升旗。好。我说啥来的？躲过初一，躲不过15啊！这下好了，人家明天要看升旗，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整旗子去？哎呀，这下算是没招了。戏人家点了，就得有人唱，说什么也得把旗子找回来。昨儿咱们6个人找了一天。连我5年前在路边上丢的鞋垫都找到了，也没找到那旗子。你说你能去哪儿找去？那个教练，我研究了一下，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的风向变化，8成旗子是被吹到海里去了。那旗子是跟那个缆绳一起被吹走的，缆绳是尼龙做的，它轻，沉不了底儿。这样，那个教练，你们照顾好那个领导，给我来艘快艇，我出趟海。事到如今，只能这样了。小鱼，一会儿出海小心点，千万别走太远。师傅，你放心，我保证，明天一早，让军旗飘扬在海训场。蒋小鱼，干嘛去？我出趟海。首长好不容易来一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现在出海啊？我整点海货。给领导们尝尝鲜儿，再钓条大鱼，晚上给你们做清蒸鱼。钓鱼啊？那我是高手啊。就不劳烦你老人家了，我自己去就行了。你去陪陈政委吧。首长有人陪，用不着我。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能带我啊？我能有什么事儿？不就是钓鱼吗？
你愿意去就一起去。哎，我说，你这是在钓鱼吗？咋不是钓鱼啊？人家钓鱼，那都得专心致志、一动不动的攥着鱼竿，两只眼睛盯着鱼线，哪像你啊，两只眼睛跟那个监狱里的探照灯似的。你在这寻摸什么呢？俩手攥着鱼竿一动不动，那是钓鱼吗？那是给鱼竿号脉。再说了，你管得着我怎么钓呢？我钓上来不就完了？哎，鱼呢？这都几点了？天都快黑了。你老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没完没了的。这附近的鱼，都被你给反走了。我要是条鱼，我也躲你远远的。呵，你现在烦我了？那你刚开始别让我上来啊！哎，谁让你上来的？是你自己蹦上来的，好不好？有吗？我怎么不记得这事儿啊？哼，要不是我心慈手软，我早把你当成大鼻涕一样甩一边去了。呵，你这么烦我呀？哎，那你把我扔海里去。我要是你，我立马就扔。你不扔我是吧？那我可扔你了。哎，马达怎么回事啊？坏了，没油了。啊？怎么能没油了呢？你刚开始上来的时候没检查油箱呀？我上来的时候，你一直在我耳边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哪顾得看油箱啊？你自己忘了检查油箱了，你怪我？快看看看看。哎，确实没油了。怎么关键时刻净掉链子？哎呀，我蒋小鱼奇人自有天相啊，终于找着了。哎，好啊，结果你压根就不是来钓鱼的，是你把军旗弄丢了吧？都怪你们来的不是时候。旗子昨天刚被台风刮走，今天你们就来了。唉，这弄丢军旗，罪过可不小啊！我要是把这事儿通报给陈政委，那是大是小可够你们喝一壶的。别，那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说我这不是找着了吗？啊，别！那我不管，我们是来检查工作的，那就得客观严肃，不能光看你在外面白活呀，得披露你那张嘴背后的真相。哎，那个别打，那个这个事儿吧，是我弄砸的。你们要是怪就怪我一个人，你可别让那2个老兵跟着我吃瓜烙，好不好？不跟领导通报也行，但是得看你怎么表现了。啊，从现在开始，你得听我的。哎，我让你说一，你不能说二。哎，我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哎，我让你站着，你不能坐着。哎，起立，脱衣服。啊？把衣服脱了。这不好吧？不脱是吧？没关系。脱。快点儿，速度。哎，你干嘛呀？你不让我脱衣服吗？流氓！跳下去！凉，你想干啥？跳下去！让我跳下去干嘛呀？现在没油了，你得当马达呀！我没油了，
我能当得了马达吗？那我当呀，飘飘，跳！最毒莫不妇人心。不跟领导通报也行，但是得看你怎么表现了。啊，从现在开始，你得听我的。哎，我让你说一，你不能说二。哎，我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哎，我让你站着，你不能坐着。哎，起立，脱衣服。啊？把衣服脱了。这不好吧？不脱是吧？没关系。脱！快点儿，速度！哎！你干嘛呀？你不让我脱衣服吗？流氓！跳下去！凉，你想干啥？跳下去！你让我跳下去干嘛呀？现在没油了，你得当马达呀！我没油了，我能当得了马达吗？那我当呀！飘飘，跳！最毒莫不妇人心。哎，马达同志，咱们快点返航！快点！你这耐力也太差了，平时怎么训练的？哎，我一个，吃五谷杂粮的大活人，我就这么大点劲儿，我哪有马达劲儿大呀？我怎么跟他比呀？哎，这可是你说的，我让你快点，再不快，那我就给陈政委打电话了。打，现在就打，赶紧朝他要点汽油来。你让我打的，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哎，怎么没信号啊？刚才还有呢。没信号了，那说明咱们到了专属经济区了。那怎么办啊？只能听天由命了。老天爷要是让咱们回去，风就往那面吹；如果老天爷想让咱们免费出趟国，我也没办法。哎，你看那儿有条船。这儿呢！救命！快过来救我！在这儿呢，有人吗？快过来救我！这儿呢！快过来救我！不起呀！救我呀！It looks like there's a girl on that boat. Come on, guys. Bring her back to me. Yes! Yes!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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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urry! Come on! Oh!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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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没有想到，这伙海盗竟敢猖狂地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内作案。沈哥被海盗绑架，我潜在水里，一直跟着他们的橡皮船来到了一个荒岛。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名战士。战士的意义，就是在需要战斗的时候，会忘记自己的生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This kind of place is really great for voice practice. Boss, why haven't the biter shown up? Be patient. Don't do anything before my signal. First, kill them. Then, steal from them. What do we do now? Stay at your post and wait. Let them stupid bastards come to us. Stay still and wai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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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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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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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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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No, miss. If you do that, you're going to ruin my plans.还好这里有信号，老天保佑，沈哥，你上一个打出去的一定是一个靠谱点的号码。Boss, what are you staring at? 6 of my men were killed by Chinese Navy. Today, it's revenge day. No. I don't want you to do it that way. Ladies should be taken good care of, especially when they're pretty. Go check it out. Boss, there is a few steps there. I think it's a Chinese army. Keep an eye on her. Let's go. Damn it, I lost my 7th man! I'll never let them go. Find them and get them! 喂，你好，找谁？报告政委，蒋小鱼和沈参谋出事了。怎么回事？沈参谋的父亲打来的，告诉我说，一个男的用沈参谋的手机给他打了电话，说他们在海上遇到了远洋号，被船上人抓住，带到了琵琶岛上。远洋号就是前几天丢下5具渔民尸体的那艘渔船。是。琵琶岛在2507海域。政委，2507号海域离海训场相对近一些，我请求和邓九光立即前去解救人质。那我得去啊！我也去。加我一个。你们不能去，这不是训练。张小鱼是我们的战友。别说了，没时间了。政委，事不宜迟，赶快行动，务必保证2个人的安全。赶快穿装备。是，快！要我说啊，能死在这儿挺好。你看看，那风景多好啊，有山有海的。关键的是，死在这儿你一个人独占一岛，就你得挣几辈子钱能买这么一座小岛？这会儿你还开玩笑，还不是怪你？你要不把军旗弄丢了，咱们能出海啊？要是不出海，能碰到这帮海盗？你现在说这个有啥用？哎，
你知道寿营有个叫项羽的吧？我们刚来寿营的时候，在一个荒岛上，他一个人把我们20多个人都给收拾了。我决定今天我学他，我把这些海盗一个一个全收拾了。项羽那是寿营的战神，人家的实战经验比你出操的次数都多，你连点实战经验都没有，你怎么跟人家打？诸葛亮出山之前也没带过兵啊，谁说非得有实战经验了？那是诸葛亮，你能跟诸葛亮比啊？再说了，人家项羽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的你们，你现在面对的是谁啊？是这帮海盗，他手里有枪，你没看见呀？你放心，老天爷会保佑我江小鱼的，他肯定保佑我刀枪不入，死不了。嘿嘿，好了。哎，拿着。Boss! Did you find them? We are ambushed. I lost touch with others. I'm sorry. What? With all the manpower we have, you're a bunch of fucking idiots! We found more footprints on the beach. There are definitely more than 2 people. I see what's going on. There's so many of us. How could only 2 men play us like this? They must have sent more people. Go. Tell all the sailors they have to go ashore. We must besiege this island. 你看，完了完了完了！你这会把他们所有人都招来了。全上来才好呢。不是，你招这么多人来，你嫌你自己死的还不够惨烈呀？这是我的计策，叫釜底抽薪。当年项羽就是这么对付我们的，他们全上了岛，咱们正好可以上他们的船。哎，你去多弄点树枝来。去呀！Brothers, search every part of this island. Everything that lives, you kill it. But leave the women with me. Because she still owes me 1 meal. Go! Go! 走。Some people there! Let's go! Go! 沈哥，把衣服脱了。啊什么啊？快，我们游过去把船开走。Go! Over there!
Put the gun down. 放开他。You're pretty good. I'll give you that. But here, things don't work that way. I'll tell you one more time. Put the gun down. You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you, woman. Shoot her in the leg. 等等。江小鱼。Okay. Oh my God. Your hair smells nicer after soaking in the seawater. You two like a very nice couple. I'm sure that you'll have a very nice time in heaven. Okay. Kill them. 务员，什么情况？击毙一名，还有一个正在和江小鱼搏斗，目前没有发现其他海盗。张冲，到，跟我们上船，跟在老邓的后面。是。拜拜。手榴弹隐蔽，隐蔽。桑塔露西亚。山子，山子，陆爷，你快看看，你看看我师傅还有救吗？啊！你说啥呢？你都不看看，你就说咱师傅死了？熄灯号吹了，咱们
该就寝了。我替你把被子铺好。山子，蒋小鱼说得对，我们两个老家伙是走火入魔了。可是我们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咱们这一代军人是最有奉献精神的。山子，你做到了。我们把一切都献给了部队，献给了面前的这片大海。山子，你属于这片海，我也属于。睡吧。柳师傅，虽然我不是您亲手教的，但在我心中，您也是我师傅。师傅，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鲁岩，你看过我游吗？你说过的，没有吧？但要教我游流线型。你应该知道啥叫流线型吧？明天我就要离开海训场，你说我合格了吗？在战场上，你不可能因为没有酒而不去完成任务。这次我第一次击毙了一名海盗，我没喝酒。丫头，只要用心打，不会有那么多杂念。别看您总是板着一张很严肃的脸，我知道，其实你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不是怕他们几个新兵蛋子看见我妈来不想家吗？本城，我舍不得你，我就是还想听你再叫我一声丫头。师傅，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也没捞着好好跟你聊聊天儿。我是个粗人，从东北山林到了寿营以后，我就发现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没文化，啥也不懂，人家都拿我当怪物。我这心里啊，老憋屈了。可是到了海训场以后，我感觉我到家了，跟你们在一起，我这心里可温暖了。师傅，我永远都记得你跟大家给我过了我这一生第一次生日，是你和大家让我第一次感到人生是那么美好。师傅，那生日课我现在还没忘呢，我唱给你听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那一天，每个人都对师傅说了好多话，可是平时最会耍嘴皮子的我，却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师傅临咽气前，冲我竖起的充满鲜血的大拇指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我突然想起，我答应过师傅许多事。我要拿一个全世界侦察兵大赛1等奖的奖杯回来给他，我要当一个最好的兵。那一天以后，我们训练，我们流汗，我们吃苦，我们所做的一切仿佛都有了目标，一定要对得起师傅，那个老兵刘小山。江小鱼，哎，老于，跟谁来了？我长着眼睛呢。哎，是参谋叫你的。我不去。要不是他盯着我，他就不会被海盗抓着。他不被海盗抓着，我师傅就死不了。咱们都别搭理他。他吧，就是个克星，占星。什么占星？净胡说八道！哎，过去。啥事儿？这是我这些年攒的3万块钱，麻烦转交给你师傅的家人。我还想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千万别提谢，咱受不起。这钱啊，你也拿回去。江小鱼，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就不是钱的事儿。别说是3万、30万、300万，能买回我师傅的命吗？那我也不希望你师傅牺牲啊！你为什么怪我呀？不敢。你是堂堂的军官，我大头兵一个，不敢犯上作乱。还有，那个您老人家呀，别老下基层，微服私访啥的，好吗？您来一回，我们这儿出点事儿。您再来一回，我们这儿没个人；你多来几回，我们海训场就绝户了。那倒好，连拆迁都不用了，直接改坟场了，还是中国第1海景坟场。江小鱼，你混蛋！对，我是混蛋，我混不好瞎混，你也别在这儿给我哭天抹泪的，没有用，好像我。别再来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龙队，老邓，收拾一下，明天跟我回队里。哎，龙队，这回我们教练是不是能立个特等功啊？1等功，至少得立个2等功吧？让老邓回去是就这次海盗事件做个说明。说啥明？你这账算错了吧？怎么算错了？您看啊。那个海盗是不是我们打走的？对呀。渔船是不是我们夺回来的？是。我师傅刘小山还为此丢了性命，你这咋连个2等功都没有呢？江小鱼，立功是有规定的，刘小山立功铁板钉钉。老邓不符合条件。龙队，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师傅完全配立个2等功。可不是咋的，反正你们不给老邓立功，我们就不答应，爱谁谁。我自己的事，你们别瞎嚷嚷。错过这个机会，老邓以后就别想提干了。我去找领导申诉。别整那没用的，要整就整点实在的。明天
老邓要去队里做汇报，咱们得给他壮壮声势，不能让寿营那帮小子笑话咱们海训场帐下无人。去，必须去！龙队是不会同意的，我们海训场不能没有人啊！谁说没人了？那不有个警卫连吗？你们仨这是要干什么？我们要跟教练一起去。你们仨去说明，还是示威啊？我们去培训，陪着教练挨训。谁说训你们教练了？你呀。你昨天脸耷了那么长，我冰雪聪明还能看不出来吗？小鱼啊，你们去宿舍谁看？装备谁看？丢了东西算谁的？算你的？江小鱼的？你们都回去，留下来看家。报告，我跟警卫连的领导打好招呼了，他们替我们看着。龙队，我们教练他不容易，在这儿看海训场，一看就是7年，一不喊苦，二不喊累，病了自己扛着，伤了自己忍着，过年想家的时候都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怕流了眼泪没人给擦。您说他去挨训，我们能不陪着吗？臭小子，我有你说的那么可怜吗？教练，你就别人前逞强了。昨天你掉了一宿的眼泪，我又不是没看见。闭嘴！我什么都没看见啊！龙叔，要不说您心眼好呢。老话说得好，那个好人长命100岁，您啊，你肯定能活100岁，甚至还要多。老邓，哎呀，你说我当初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找了这条臭鱼！上阵！领导英明，上阵！领导英明，领导英明。好久没有回到寿营了，这里的一切曾经是那么的熟悉。我甚至闻到了食堂里红烧带鱼和溜干尖的香味儿。其实，在海训场的日子里，我、张冲、鲁岩都不止一次梦到过这个既让人恨又让人想的地方。我跟龙队上去就行了，你们3个找个地儿歇了去吧。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等您。对，放心，没人敢欺负你们班长。走吧。张冲，拿旗子走。好。张冲，走，张冲，一个，这不严哥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又变装了啊！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你们又变装了啊！帅呀！你说话，一直都很你们几个，谁让你们停下来的？跟上队伍，继续前进！快！张冲，我走了啊！快来！我当是谁呢？原来是2个逃兵和1个孬兵，还好意思拿面旗子到寿营来吆喝？你再说一遍，秃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走吧，还得上战术训练课呢。今天新兵中队上战术，你们3个
有兴趣去学习学习吧。对不起，我们还有事情要办。去，当然要去。八班长这么有诚意，我们也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走吧。哎呀，鸿门宴，小心上当。傻子都能听出来这是个套。咱们什么时候都能认怂，这个时候不行。别忘了，班长还在楼上汇报呢，咱们得把这口气争回来。那咋整啊？啥咋整？用你们东北话说，咱嘚瑟去。走。加油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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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排说了，你们三个光看不练也没什么意思。比试比试，你说比啥？那就3对3 CQB 对抗吧。好，下一组。这样，阿甘他们攻，你们守，限时半个小时。赢了，水果饮料你们随便搬；输了，把海军场的旗子给我留下。哎，啥叫 CQB 啊 CQB，Close Quarter Battle， 室内近距离格斗。哦，怎么，怂了？有比，怕你咋的？你们两个呢？怎么，怕输了回去跟你们教练没法交代啊？我从来不会写“怕输”2个字。那个，既然向排长、八班长想玩，那我们得奉陪，都是自家兄弟，输了也不丢人，对吧？老于，你看他们少了个人，啥情况这是？啊？他们一定会使阴谋诡计，大家小心。哎，来个这个尝尝吧。嘿嘿，好枪法。看来他们三个在海军场没白练啊。是啊，还挺厉害的。鲁岩、张初，跟我上楼。王亮，掩护啊！来来，咱俩一人扔一个，看他打哪个。
这3人够狡猾的，我先上，注意隐蔽。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里边情况咋样了。收拾这3个家伙，结果还有什么悬念吗？我带出来的兵是绝对不会输的。巴本长，你带出来的兵会输吗？看结果吧。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它能把我锻炼得无比坚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海军战士红旗响当，严阵以待，紧握钢枪。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英雄的战翼在展翅飞翔。穿云雾跨海浪，海军战士斗志昂扬。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吴越，合格！这照顾的也太明显了吧？这样都能及格啊？刻苦训练，他比不上有人照顾。那边有潜艇。真的，排长，没骗你。那潜艇编号是303。传说中失去动力的303潜艇，像幽灵一般出现，又像幽灵一般消失了。排长，